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开始焦虑美国的金融核弹。这是一篇来自路透社的新闻啊，它其实是一个分析稿。我看了以后呢，我觉得这篇稿子写的挺有意思，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以这个为引子，我们来讲讲中国对这个美国的金融核弹，它的焦虑来自哪里？它影响到底有多大？到底为什么叫金融核弹啊？那么现在我先把这个路透社的这篇稿子跟大家大体上念一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中美紧张关系急剧升级。金融战的担忧在中国发酵啊，中国可能会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曾经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今看来有可能发生。最近几个月，中国官员和经济学家公开讨论最坏的情况，也就是中国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或者美国冻结甚至没收一部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这个情形非同寻常。中国官员和金融学家呼吁提高人民币的全球影响力，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有些经济学家甚至提出，在美国出口新冠疫苗时使用人民币结算，并考虑使用数字人民币来绕过美元结算。然后这里面就有几个经济学家的看法。渣打银行这个首席经济师丁爽他说，人民币国际化原来是个 good to have 的事情啊，现在慢慢变成 must have。美中金融脱钩的威胁变得明显，并且迫在眉睫啊。然后随着这个11月3号美国大选的临近，局势啊，中美之间的局势可能进一步紧张。那么社科院经济学家于永定啊，这是一个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对路透社说，一场广泛的金融战争已经开始，最致命的战术尚未被使用，终极制裁将涉及美国扣押中国的美元资产。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将难以实施，并且给华盛顿造成自我伤害。于永定表示，中美全面脱钩并非不可能，因此中国应该做好准备，此事非同小可。路透社是这样分析的啊，他说，如果美国采取行动把中国踢出美元体系，或者是中国抛售这个美国国债，都可能扰乱金融市场和损害全球经济。然后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方星海他这么说，他说，中国应该及早预防美国方面的惩罚行动，做好真正的应对准备。他6月份在一个论坛上就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俄罗斯很多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身上。那么原来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司的司长，现在是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的管涛啊，他就这么说，他说，中国应该为脱钩做好准备，我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美国可能将中国逐出美元结算体系。管涛在上个月在一份报告里面说，他说，在全球贸易中增加使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叫 CIPS， 叫 CIPS。中国多数的跨境交易是通过这个 SWIFT， 就是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报协会的系统来进行。那么近期美国是否将中国踢出 SWIFT 的议题也很热议啊。那么经过了一段时间沉寂之后，中国又开始重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上个月要求各个金融机构扩大人民币跨境支付，那么坚持本币优先，扩大人民币在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规模。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这两天上个星期说，人民币国际化势头非常好，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收付的金额是12万亿，增长了36%啊。然后一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超过2%。SWIFT 的数据，人民币6月份超过瑞士法郎，成为全球第5大支付货币，占1.76%啊。然后这个华侨银行的研究主管谢栋明他说，加快跨境结算是一个方法，使人民币成为一些出口商品的计价，比如可能是即将问世的这个疫苗啊。然后这个丁建平就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主任啊，他说央行间的货币互换，还有在跨境中使用数字货币，避开这个 SWIFT 啊。人民银行也在加快这个数字货币的进程，等等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还有一个渣打银行的丁爽，他说北京别无选择，只能为美国将中国剔除到 SWIFT 之外这个核选项做准备啊，大概是一个这篇文章呢就选了一些经济学家，也包括一些官员啊，他们对美国采取这个金融手段来对付中国的这个预期，其实是相当的悲观啊，相当的悲观。这个和之前的这个情况差别非常大。我今天为什么要念这篇文章的原因，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其实国内的这金融领域他们的这个悲观情绪越来越严重啊，越来越严重。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它说明2点。第一点，中美关系恶化啊，中美关系恶化这件事情，其实在国内呢，就是大家知道不好。但是有坏到什么程度不好说，大家其实不掌握。为什么？因为媒体没有报道啊，媒体没有广泛的报道中美之间在交恶，所以其实中美交恶这件事情，国内就是一直是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啊，这是一个。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情况很多东西就捂不住了。为什么？因为双方开始骂战了。双方一开始骂战，大家可以慢慢从这骂战的这个字里行间就慢慢看出来啊，所以这个情况就慢慢渗出去，中美交恶之间就在国内开始慢慢渗透出去，这是第一条，就是大家开始知道这件事情。第二条，然后各个领域的人就开始理解分析中美交恶到什么程度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出来，金融领域已经开始明白，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从前了，有可能变成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翻脸。其实不完全是脱钩，你可以看他们的预期是什么？预期不仅仅要把中国踢出美元结算系统 ，SWIFT 都要踢出去，这是非常极端的做法啊。那么实际上是。金融界也好，经济界也好，开始明白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中美关系好不了了，搞不定的了。现在的焦虑是基于这个大前提，之前没有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大家还不了解中美之间发生什么情况啊，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经济界也好，金融界也好，这个官员也好，这个学者也好，七嘴八舌，各种说法，这真的非常真。就这篇文章其实非常真实的反映了中国经济界和金融界的水平，就是他们还处于一个什么情况？中国的经济界也好，金融界也好，就是知道常识已经算专家了，经济学常识、市场经济学的常识，在中国已经是专家了。你就更不要讲说我大概的能够看远几步，那就更不要谈了啊！中国的经济学家现在仍然处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科普级、科普性质，属于科普性质。所以你可以看他们提的这些建议，老实讲，他现在讲的这些话，
这些经济学家有什么首席经济学家，有这个那个，我们半年前就讲过了。半年前我们的节目就讲过了，我们在半年前节目，这中美开始进行贸易战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美国他手上握的是什么级别的武器？那就是核武器，金融是核武器，就可能踢出去美元结算系统，可能踢出去 SWIFT。这在半年前我们已经讲过了。中国的这些路透说的这些人，差不多都算是不算顶级吧。但是至少是在外面吃饭的这个级别，应该算是最上面这个级别，也就这个水平啊，也就是这个水平。所以你真的不能指望他们给出什么靠谱的意见来。你现在这什么时候说我们人民币国际化，仗都打到子弹都打，炮弹都轰到院门口了，你说我这里赶紧造枪炮吧？造那来得及吗？那肯定来不及。所以在这个文章里面说，人民币要尽快的国际化这件事情是最不靠谱的建议啊。说我们要现在就增加人民币这个使用的这个范围，到这篇文章里面没有一个建议是靠谱的，没有一个建议是靠谱的。还有说这个用人民币的数字货币来结算，绕开这个美元结算，人民币数字货币还在哪儿还不知道呢？你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这个样子了，还在提这样的建议，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所谓的专家的水平，就这个水平，所以指望不上啊，指望不上。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这个议题啊，讲个什么议题呢？我们之前在中美贸易战时期啊，大家可以往前翻啊，在中美贸易战时期，我们讲过什么呢？讲过如果真的把美国得罪了，美国手上握的核武器就是美元结算的核武器。SWIFT 都不算美国的，但是美国有绝大的影响力，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想做的话，就有办法把你踢出去啊，这个没有疑问啊。但是真正美国主权范围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美元结算。那么以这个为武器，以围绕美元结算为核心，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体系啊，庞大的体系。那后来我们就不讲这个议题，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已经延伸到其他领域啊，现在这种核弹级别的武器不会轻易使用，我后面会慢慢解释啊，不会轻易使用。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核武器是什么，所以我们来讲这个美元决算这个核武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要讲美元这个级别的核武器呢，我们就要从猴子变人开始讲什么呢？讲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什么？就是二战结束之后，全世界打个稀巴烂之后怎么办？那我们要恢复经济啊，要重建啊，重建欧洲，重建日本，重建整个经济的全世界的贸易啊。经济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贸易，贸易取决于什么？取决于货币结算，货币结算取决于什么？金融体系。所以要建立一个全世界新的叫货币体系，那就开了个会。什么时候开的会呢？就是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开了一个会，44个国家参加。那么这个通过了一个决议，2个附件。一个决议就是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2个附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2个附件总称叫布雷顿森林协定它就是建立一个新的货币体系。那么新的货币体系是什么？新的货币体系就是2条。第一条，美元
和黄金挂钩啊。那这是一条。第二条，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就是2条。为什么美元跟黄金能够挂钩？因为从41年到45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这个军火和物资，还有劳务。然后呢，这些盟国呢怎么办？盟国就用黄金还给他，所以黄金就源源的流向美国，美国就变成很多的黄金。那么原来是不到150亿美元，145亿美元战前。到战后，到1945年，美国的黄金占全世界60%，就全世界60%的黄金都在美国，所以美元非常的稳固，因为它有很多黄金，金本位啊，当初是金本位。那么大家就说啊，既然你有这么多黄金，那么好吧，那我们就用，反正大家钱都从美国借来的啊，你现在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完整的，没有受到损害，那怎么办？那就行，我们就用美元作为结算，但是条件有一个，我用美元结算，你得承担美元结算货币的义务，就是你必须跟美元挂钩，跟黄金挂钩，大家才信得过你。那所有的货币都跟美元挂钩，就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啊，这叫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么美联储呢，保证就是按照官价兑付黄金啊，这是保证大家对美元的信心。然后呢，提供足够多的美元给大家结算，然后呢，就大家和所有的货币跟美元挂钩，这就是大概就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啊。这个体系其实是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它有一个矛盾啊，就是说货币发行过多的结果是什么？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呢就没办法兑付，你要是通货膨胀的话，你就没办法兑换黄金。但是你货币发行少呢，不够呢，你又没办法完成这个结算任务啊，结算任务你就没办法。所以它就有一个矛盾在这里面，就是你永远处于一个两头不到岸，要么得罪这边，要么这边搞不定，要么这边搞不定啊。到了1973年，美元就开始贬值啊。为什么？因为之前一直在打仗，又是越战啊，又是韩战啊，然后美国就是出现财政赤字啊，然后就美元就开始贬值。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崩溃了。我们现在讲为什么要讲美元，要讲这个体系崩溃，但这个体系崩溃最后建立了一个新的体系，就是现在的这个体系。现在体系是什么？就是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所以经常有人还在谈什么金本位不存在。美元发行就不再以黄金为货币发行准备，以什么？以美国政府的信用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啊，美国政府的信用就没有货币准备的了。所以现在不要再去说毛不毛的，毛不毛呢，还就没有毛的了，毛就是货币准备，叫毛。所以经常有人这个叫什么？有本书叫《货币战争》啊，《货币战争》其实就是一本完全没有货币常识的书啊，贻害很大啊。就经常讲啊，这个毛没有毛的了。美元就开始新的货币体系之后，就没有美元已经没有毛的了，就是美国政府就是它的毛。然后呢，大家所有的货币都自由浮动，但是保留了2条，第一条保留了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是第一条保留了。第二条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储备货币是大家的选择，因为美国经济最强，所以大家用美元来储备。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元是结算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所有的金融市场都是以美元报价啊，美元报价的话，那么就基本上它就成为一个结算货币。这个体系，这就形成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啊，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就是放弃了金本位啊，放弃金本位之后，所有的货币自由浮动啊，自由浮动就和美元不再挂钩啊，不再挂钩，这就是现在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的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就是这个货币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在啊，然后这个开发银行还在啊，等等啊，都在啊。那么美元结算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是，然后呢，也是国际金融体系运行的血脉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啊。国际经济运行的核心是什么？国际经济运行的核心是贸易，贸易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就是说贸易带动投资，贸易带动生产，贸易带动结算。贸易取决于什么？贸易取决于结算，就是贸易我把货物给你，你把钱给我，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结算。结算靠的是结算是什么东西发生？金融，金融就有结算啊，就有银行，就有金融啊。银行是什么？银行金融的基础是什么？就是货币啊。货币的生命是什么？货币生命就是汇率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大家要知道，美元在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地位是什么？美元就相当于什么呢？美元就相当于全球金融体系当中的血液，就相当于我们身体里的血液，大家流动的是流动的是美元，有没有流动其他的？有，流动欧元也流动啊，日元也流动啊。那么，但是它的比例很低，没有美元多，美元基本上是普遍性。当初欧洲成立这个欧洲共同体，然后就推出他自己的欧元，就是因为要反抗美元的体制啊，所以他为什么欧元一直受到美元的压制的其中一个原因，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啊，有关系的。那么好，美元是一个这样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地位当中，它的影响力或者是它的决定性在哪里？决定性在两条，第一条就是结算，你所有的经济活动其实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结算。那么美元作为一个结算货币，它的概念是什么概念？就是在所有的国际贸易当中，大家都用美元来结算，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就是成本低，就是你用美元结算，我也用美元结算，大家都用美元结算，这样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这第一个。第二个，交易的效率很高，就不用每次都谈判。你是日本的，我是中国的，那我如果没有这个模式的话，我就跟你讲要用日元结算，你跟我说要日元结算，我坚持要人民币结算，大家吵半天。那如果全世界的国际贸易只用美元结算，大家都不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就会规避什么呢？规避汇率风险。所以这是一个有效率的安排，只不过呢，这个好处被美国拿到了。这个我们可以以后再分析啊。但如果你没有资格进行美元结算的后果是什么？你就没办法跟别人做贸易。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用美元结算的话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别人不愿意接受你的货币。你不说我买你的东西，我给你人民币行不行？我说不行，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我花不了。它的国际贸易就是我用美元去买，同时我卖出的东西也得到美元，我可以不断的循环，这成本是最低的，效率最高。然后你发现你这个人不能够用美元买我的东西，那你就别买，我卖给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拿着你人民币我没法花，就是这样的问题。所以如果当你没办法用美元结算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被整个国际贸易排斥出去，你就没办法进行国际贸易，这后果是非常严重。不仅仅你没办法进行国际贸易，你也没有办法进行国际汇率的就是国际资本的交换，就是银行业务基本上没办法做啊，这是一个
所以为什么讲美元结算是个核弹级别的工具？虽然有人讲 SWIFT 影响力很大 ，SWIFT 就像门牌号啊，门牌号你要是没有了，你就麻烦大了，你钱根本都没办法汇，这是事实。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美元结算它不仅仅是个结算功能，它美元结算后面是个整套全球的金融体系，或者是叫货币体系。如果你没办法用美元结算，其实你就没办法进入这个体系，你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这个后果是相当严重啊，相当严重。那么中国在这件事情上，中国面对什么样的局面？中国有两个基本的事实，让中国处于一个非常没有防守能力的局面。第一个，人民币不可兑换，就是人民币可兑换这件事情是不行的，或翻过来说，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就中国仍然有外汇管制。人民币不是一个世界上通行流通的自由流通的货币，这是第一条。所以中国是有个资本项目的闸口，所以你要换汇，你要么受到限制，要么要申请啊，这是第一个，就是人民币不可兑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仍然非常高啊。这两个基本事实让中国在美元结算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反抗之力，啊！就前面刚才有什么经济学家也好，什么这些学者官员也好，都讲的各种各样的话，其实你把这两件事往中间一放，那些话都是一风而吹，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为什么？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可接受性，就是没有可交易性，没办法买卖，作为买卖货币，因为你没有自由兑换，你怎么买卖货币？就说你跑到某一个国家，说我用人民币支付行不行？没有人会接受的，这就是一个目前的一个局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对外贸易依赖度有多高？我给大家一个数字，大家就知道。2019年，中国的 GDP 100亿啊，差一点点，就我们大数100亿，货物进出口31万亿，将近32万亿，也就是什么呢？进出口贸易占 GDP 的1/3。我们之前讲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讲的就是这个。那么当然，当中国的进出口就或者货物贸易，其实还有非货物贸易啊，就其他的我们忽略不计，我们只说货物贸易，占着中国的这个 GDP 的1/3，意味着什么？如果中国没办法进行国际贸易，那中国经济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可以想象吗？那么如果我们翻过来把它变成美元是什么概念啊？中国一年的进出口45800亿，45800亿美元，这个这么大级别的，所以中国是一个体量非常大的经济体，它这么大啊。那么进口2万亿，出口25000亿啊，是个这个数，这么大级别。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4215亿啊，4215亿，就是说中国在进出对外贸易当中赚了4215亿美元，4000亿啊，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进出口贸易国，中国是 No.1， 已经有几年了，就是 No.1。那么如果中国被剔出这个美元体系的话，那绝对是个非常巨大的冲击啊，非常巨大的冲击。
但是会不会发生呢？会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呢？老实讲，中国的经济界在为这件事情焦虑，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真的水平不高啊！水平不高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大家在海上行船啊，在海上行船，有的船很大，有的船很小，船越大越不能沉，船越大一沉下去会什么？旁边的小船全会翻掉，甚至大船都会翻掉，因为沉船的时候它会产生漩涡，附近的船都会受影响啊，一不小心就会翻掉啊。所以美国会对中国采用这种核弹级的手段吗？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当中国经济，这是个什么？这个手段是什么东西呢？就有点像大家骑自行车，知道吗？啊，骑自行车骑，突然有个人拿一根棍子，直接扔到这个轮子中间去，插到这个轮子中间去，结果会是什么？自行车会翻出去，就是往前轮一伸进，插进这个车轮，车轮就会飞出去，整个人会飞出去，会是一个这样的行动。就是说，如果美国突然宣布终止中国的这个美元结算的这个资格，那么中国的就会这么飞出去，这个级别，这是个这个级别的动作。但是美国会独善其身吗？不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这么大的经济体，如果它突然一下飞出去了，崩一下，崩掉的话，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独善其身，美国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虽然中美之间的贸易没那么大，对美国的经济体来说，中美之间的贸易对它影响没有那么大，但是你别忘了，它通过其他国家，通过欧洲，通过日本，通过其他的国家，对美国会产生冲击，一样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大的。所以美国巴拉巴拉把这个账一算就知道，这个事不能干，也不可以干，因为美国自己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所以呢，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不会动用这种级别的核弹，就基本上中国不需要焦虑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一点着一炸，美国自己也会受伤，而且可能会受重伤，而且他受的重伤到底到什么程度，他自己都无法预料，所以美国不会做这件事情，这第一个。但是并不意味美国不会直接把这个核弹扔出去，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不会使用他手上的权利，因为美元结算其实是个权利，什么权利？叫路权，就是美元结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什么通道，交易的通道，他拥有这个通道意味着什么？他拥有这个路权。就说你走过去，哎，大家都在走我这条路，这条路是我的，这是他拥有的权利。他可以利用这个路权来对你进行各个级别的各个程度的伤害，他是有这个权利，他能够做到。就这个其实不难分析啊，你看国内的经济学家，他们连这个都想不到，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他们这个经济学家怎么干的啊。你比如说人民币，对中国来说，人民币是最敏感、最脆弱、影响最大的领域，就是货币。人民币很脆弱，非常脆弱，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经济不行，经济下滑，然后它的国际收支有状况，而它的整个的这个资产价格又很高，所以人民币很脆弱。那么针对这一点，美国可不可以做一些动作呢？可以，完全可以。从哪里开始？路径都有，从港元开始。港元和人民币是什么？
市场啊，这个世界上在逻辑上，港元跟人民币没有逻辑关系，没有逻辑关系。但是，只要市场上认为你们俩这之间有关系，它就有关系。这就金融市场的特点，就是认为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如果大家认定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件事情就是这样，这就是金融市场的规则。好，如果美国真的要对人民币下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港元入手。为什么？港元和美元挂钩啊。港元和美元挂钩的结果是什么？美国如果我不允许你挂钩的话，你不取消你的结算资格，港元不就崩了吗？港元要是崩的话，连带会影响什么？人民币嘛。这就是一个路径啊。当然，具体操作我们就不去描述，但是很简单，由港元入手对人民币开刀，美国是能做到的，这是第一种方式啊。还有一种方式，对特定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它特定的金融机构制裁的话，它有点像点穴战。点穴战就点到某一个金融机构，而这个金融机构正好它后面连着一串的其他的金融机构有关联性，它就有可能引发金融风潮。所谓金融战讲的是什么？讲的并不是对某个特定机构产生影响，而是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是第二种。第三种，那就是对大型金融机构下手。下什么手呢？那你就是对它的金融运作进行设限。它不一定不给你，它可能就是你要知道，美国它可以对你的金融进行影响，它不让你崩溃，让你衰落，让你慢慢撒气儿，这就比较狠啊，这就比较狠。就比如说，它制定特殊的金融规则，使得中国对外的这个金融系统运行效率下降，运行成本上升，那你经济是需要金融支持和配合的，你要是效率下降，成本上升，那你对经济就产生影响。它有很多的方法，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方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不认为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你可以看到美国会对中国扔出一颗核弹级别的武器，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然后就把它引爆之后，自己也炸得一身的伤，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我不认为。但是美国在金融领域利用它的路权，对中国的经济、金融运行、金融机构进行我们叫点穴式的金融战，这是完全可能的。这种级别的战斗才是我们叫什么叫聪明弹打到关键部位，他真的要跟你对抗的话，那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我觉得中国的经济界也好，金融界也好，应该更多的思考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个终极的问题。终极的问题无解，为什么？就美国真的要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中国没得反抗，根本没得反抗。因为你说我现在就搞人民币数字货币啊，数字货币你还得推广吧，对吧？你还得让别人接受吧，那得什么时候？黄花菜都凉了啊！还有我们把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怎么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老实讲，我讲句不好听，那都是屁话。为什么？你人民币自由兑换都没完成，你怎么国际化？你天天跟中央银行去交换货币有什么用呢？人民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不能够解决国际化的问题，因为国际化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货币的国际化的核心是什么？核心两条，第一自由兑换，你得让大家能够自由兑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大家接受你这个货币，因为你这货币是可靠的，大家愿意接受你，你才能够流通。如果大家觉得你不可靠，你的货币没人要，一样没有用的。所以现在讨论什么数字货币也好，现在讨论这个国际化也好，都是没有意义的。那
子弹都打到门口，打到窗子上面了，你这样说，我们开始做一个先进武器，来得及吗？来不及。所以现在的问题，你可以看到一个图画是什么？其实就是中美之间已经到了一个这个级别啊，中美关系已经到了目前就用这个谁那个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的话叫无线电静默，两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已经进入无线电静默的状态，大家都不来往了，都翻脸翻到这个地步了。可是中国的金融界，他们还在讨论我刚才讲的半年前讨论的问题。所以其实你可以看，所以我就经常讲，海外呢看中国呢，经常高估他们的实力。你看他很有钱啊，这个真有钱，那是真有钱，上来就是几十亿上百亿啊，你讲得很，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就高估他的实力，他其实很脆弱，他建立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基础，这种脆弱的基础，特别是在金融领域，很容易崩掉，非常容易崩掉。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图画，就是一个这样的图画，就他们现在还处于一个这样的阶段，在讨论这个级别的问题，他没有根本就说你说拿出一个应对方案，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就说，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的原因，就是因为让大家知道一个比较清晰的模样，就是中国金融领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美关系的交恶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又讲冒了啊。那么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那么为了提高我们的沟通效率，那么尽量大家简短，情况、问题、观点，好吗 ？OK， 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啊，明谢一下 Daniel 梁，谢谢三门高，谢谢鸡王，谢谢王老师好，美西好，吴晓，谢谢。请问今天看到美国议员提议要求中国政府偿还民国时期的债券 1.6 万亿美元，是否有这个可能？谢谢。网友答：美国人是找中共讨债，因为中共觉得自己是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的法定继承人，那么一并继承其债务啊。这里面有一系列的法律的问题啊，涉及到国际法，也涉及到民法，涉及到美国的国内法。这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也不能够贸然的给出一个答案，因为这里面涉及的问题，真的需要法庭上去辩论才行啊！大家不要把事情想简单了。这位网友回答的是没有错啊，从常识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他继承了中华民国的法统，所以他继承了人民、领土，还有他的权益啊。但是理论上你也应该继承他的，你既然作为中国的唯一的合法代表，那你也应该继承他的债务。从这个法理上，从常识上来说，应该没有错啊。但是他真正能不能成立，这个 case 能不能成立，那就要看很多条件啊，国际法、美国的国内法，还有一些这些各种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啊，没那么简单，好吗？Mike 猪，谢谢 N 高，谢谢Yukiko Kajita， 谢谢。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情况：2019年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中占1%，而且我想各位不难猜出是哪些国家在用。观点：人民币无法成为国际货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无法自由兑换，
是的，就是这样。它没有自由兑换，它怎么可能进行结算呢？为什么有1%呢？1%的原因在哪里？并不是贸易啊，这1%大部分是中国的游客贡献的，就是他拿着银联卡去在海外刷出来的这1%，在国际贸易当中并没有人民币的结算的空间啊。提问：中国会不会跟中东说要我买石油，除非你用人民币？中国跟伊朗买石油人民币的信用用美元背书的 CCP 完全掌控的货币，一旦没有美元背书，哪有信用可言？哎，怎么跑哪去了？观点我重新读一下啊。中国会不会跟中东说要我买石油，除非你用人民币？中国跟伊朗买石油用什么货币？以后数字货币支付会不会代替 SWIFT？ 第一个，如果中国说我要用人民币来买石油，中东的这些石油商就会说滚吧。为什么？因为我收了你人民币，我上哪花去啊？我没地儿花呀，所以没有用的，一定不会接受的。所以这个不讨论啊，不需要讨论啊。数字货币替代 SWIFT， 数字货币跟 SWIFT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SWIFT 是国际贸易当中的一个结算工具，或者是一个结算通道。那么数字货币是一个货币，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啊，所以替代不了，互相替代不了啊。观点：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实现，原因是朱镕基的银行法使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人民币的信用是用美元背书的 ，CCP 完全掌控的货币，一旦没有美元背书，哪有信用可言？不对，这个银行法，人民币并不是和美元挂钩，人民币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啊，其中包括美元。当然，美元的这一揽子货币里面，美元的成分比较高啊，这是第一个。人民币的信用也不是美元背书的，人民币的信用是中国财政部背书啊，是一样的。其实现代货币，大家记住，现在货币已经没有，大家还是很多人还是被这个货币战争的这个遗毒啊。现代货币已经不可能用黄金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货币作为它的准备的，已经不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经济高速发展，那么货币的需求很大，所以需求很大。如果你是用黄金进行货币准备的话，那就一定会发生通货紧缩啊，就是货币跟不上经济的需求，会出现货币紧缩。只有一些非常小的经济体，它和美元挂钩，或者是用和其他的挂钩的方式，叫货币局制度。非常小的经济体，比如说香港就可以啊。那么比如说以前的阿根廷也是货币局制度，也是跟美元挂钩，它是经济体都比较小。像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那是不可能用这种方式的啊。所以世界上主要的货币啊，什么美元啊、欧元啊，都没有毛。所以现在所谓的毛背书啊，没有背书，都是自己财政部背书啊。这个，所以大家就说我们如果真的要对这件事情下一个判断，还是要把这个基础的常识搞清楚才行啊。观点一句话总结：美元是钱，别的货币是饭票。钱在整个交易市场都可以用，饭票只能在对应的食堂可以用。这个比喻，一个食堂就是一个国家嘛。如果你说的是这个，那大概是啊。情况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经常接触到美元结汇。目前走的渠道有2个，一个是在美国的中国银行进行中转，涉及的是工资汇出，一部分走香港的美元汇入，但现在已经感觉走香港很难了。当地银行也隐晦的告知美元很难汇过去，
时间需要很久，走人民币倒不受很大的影响。这样的话，只能跟中国企业做交易，跟其他国家交易就变难了。观点：如果人民币决定与黄金挂钩，这样也许可以部分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借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国际体系，做大后再学美国脱钩黄金。我说过，现在不可能用黄金挂钩的了，没有货币用黄金挂钩的了。黄金本位已经在1974年已经崩溃掉了，所以没有人再去跟黄金挂钩，你就整个经济就要回到1970年代的时候了。为什么？因为你买黄金的速度买不过来的。你现在发行货币，如果你后面得跟着黄金进来，你得买多少黄金？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忘记这件事情好吗？我们不要在这讨论这个问题啊！提问：谈到经济学，如何看待国内的奥地利学派，比如毛宇士、连岳这些人？他们都呼吁重新回到金本位。网友：不可能金本位，金本位也要信用，你要有人相信你。中共什么都可能讲，黄金不可能信，不可能回到黄金本位了。没有国家现在在用金本位的，为什么？发不过来呀。经济的成长，经济的运行，它需求很大，对货币的需求非常的大。中央银行已经不可能用黄金做准备来发行货币，第一，效率非常低；第二，它的增长速度会非常的慢，它是没办法满足经济的需要的。OK， 我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吗？观点：人民币国际化想抵抗美元的国际化，中间有一个悖论，也就是最根本的，美元国际化的根源在于大家拿着美元能去美国买到他自己国家没有的科技，达不到的精度，想不到的理念。就算人民币实现国际化，那你就让别的国家拿着人民币来你国家买什么呢？ Q 币吗？不对，还是不对。美元没有国际化，美元不需要国际化，美元就是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它全世界都是用它来交易的，所以美元不存在国际化，美元就是国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是不存在国际化，国际化只是一个说法，人民币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自由兑换，就是人民币，人民银行把人民币就是资本项目开放，所有人拿着人民币都能够自由的买卖外汇的时候，它就自由流通了。当它自由流通才存在，才有可能进行被其他国家接受，愿意接受你的货币。当你不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没有一个国家会接受人民币的，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就算你自由兑换了，别人也不一定会接受你这个货币。为什么？这是需要时间的，大家对你不了解的话，他不会接受你的货币。所以这个问题，人民币所谓国际化是个伪命题。其实讲到底就是人民币能不能自由兑换的问题。人民银行敢不敢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让人民币自由兑换？当然不敢了。为什么？我估计3天之内，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变成零，所有人都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如果你开放的话，意味着什么？一自由兑换，大家都去换美金了。大家都去换美金的结果是什么？人民币可能中国的外汇储备可能3天之内就变成了零，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不需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人民币自由兑换，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都不会发生，可见的未来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不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好吗？因为这件事情可见未来都不会发生，只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是个伪命题。周小川经常讲这个问题啊，经常讲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你不解决自由兑换，国际化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啊。那为什么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很脆弱，人民币根本就撑不住啊，人民币根本就撑不住现有的汇率啊。那你一开放自由兑换，那不大家就全换美元去了吗？
就这个问题，很简单啊。观点：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都不可能实现，原因在于其中有一个死循环。国家货币和世界货币区别在于，国家货币属于这个国家的政权，俄罗斯、朝鲜、中国政权随便印发，老百姓没有选择权。世界货币发行国如美国，白宫没有权力控制联储局发行，所以大家才认可。中国数字货币实际上只是套壳的电子支付，目的是要获利，没有利益它没有必要发行。有现成的，那中共一定会变相的货币超发来套利，所以只有选择，不会选择人民币，只要有选择就不会选择人民币。第一，数字货币这件事情，请大家参考我们之前，我印象中我们做过3个人民币数字货币的专题，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我就不在这里重复的说。第二个，人民币国际化，这个网友说对了一部分，就是如果你不能自由兑换，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啊。观点 ：COP 宣布推迟退休年龄，女性也要65，表示社保有大问题。CCP 是吗 ？CCP 从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人口多控制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现在推迟退休，年轻人怎么就业？一般没有脑的人治国，中国有前途吗？什么时候宣布了？已经宣布了吗？我没看到这个新闻呢。你确定吗？女性65岁女性现在好像是55岁吧？现在推迟10年吗？这个要求证一下哈。有网友知道的跟我更新一下好吗？观点：任何制裁是基于中共依然想加入国际社会，但是如果中共依然把统治放在第一位，那么制裁会显得很无力。比如朝鲜和伊朗，朝鲜被制裁了几十年，美国和国际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制裁，但是金家已经进化到第3代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金家的统治出现问题，所以中国没有任何可以放弃中共统治为代价换取人民的福祉。这个问题已经有3个人说过了，我讲过3次，我再最后讲一次啊，希望大家不要再提这个问题啊。金家到第3代有一个原因啊，就是金家被国际制裁了这么多年，金家一直活下来，金家王朝一直活下来，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他的统治非常有生命力，是因为他有中国在后面给他输血。如果他不是靠着中国，金家早就变成另外一个古巴了，他已经被风干了，所以这个问题不是问题。古巴比朝鲜还厉害，古巴有一堆的古巴的侨民在美国帮他输血，还有一些古巴毕竟靠着美国，还有一些游客的收入。如果国际制裁没有中国靠着朝鲜，朝鲜早就完蛋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拿这个事情来举例，这个举例是没有意义、没有说服力的。国际制裁绝对有影响，绝对有决定性的影响。你去看伊朗现在什么情况你就知道了。谁说没有影响？绝对是有影响啊！所以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好吗？观点：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抢先宣布，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双方将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为了释出善意，以色列同意终止兼并约旦河西岸占领区的计划。不过，跟以色列敌对的巴勒斯坦对于这样的消息表达强烈的谴责和反对。转头看，中国也是和伊朗打得火热，让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恐怕是站错队。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啊，那还早得很，那就是在火星上的目标，所以这个不讨论。以色列和联合国阿联酋签署这个和平协定，那肯定是阿什纳的这个川普的女婿的功劳了啊。但是这个有什么特别？阿联酋本身和其他的阿拉伯国家
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非常的大啊，矛盾非常的大。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不能改变中东局势。为什么？阿联酋在阿拉伯世界基本上算是一个被孤立的是被孤立的一个国家啊。那么以色列跟他建交，如果以色列跟沙特建交，那是另外一件事。以色列跟阿联酋建交，我觉得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力没有多大，因为阿联酋是被其他阿拉伯国家孤立的啊。所以有没有历史性？我觉得这不是这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总统对中东形势真的不了解，真的啊，这件事情怎么说呢？他只会，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不认为这是对中东和平进程有很大的帮助啊。OK。观点：中共的提拔任用体制是一个逆淘汰的过程，稍微有点廉耻正义感的人，有谁愿意出卖自己往上爬？至于稍微有点良知的老百姓，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敢怒不敢言者众。至于被洗脑严重的，大部分是懒惰，不愿意从其他渠道了解，没有被中共篡改历史的人。这些人一旦树倒，不会坚持自己的中共信仰。就好像中领馆关闭时根本没有支持者出现，生怕被 FBI 调查一样。OK， 提问：日本想在目前中美对抗中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战略目的？当然，他们也受到疫情冲击，而且南海问题也影响他们的利益，但日本似乎不太想和中共撕破脸。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啊，在外交领域，它都一向是非常的保守。中美对抗的过程当中，当然，它在大部分情况下会站在美国一边，但是它会很小心的保持和中国的某种程度的和平相处，除非中美之间发生激烈的冲突，它也不会那么快，直接跟中国翻脸。我不觉得为什么他要这么干啊？就是说美国人让他我们去演个戏吧，好啊，我们去演戏吧，他会跟着去。但是跟中国翻脸，中美之间也没有翻脸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觉得如果需要站队，日本没有选择，一定是站在美国那边，中国也不预期他会站在他那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中美之间激烈对抗的时候，那么日本会很小心的保持一点距离，但是如果美国需要，他会站在美国那边，大概就是这样。他的战略利益就是这样，他很清楚谁大谁小，谁强谁弱，他很清楚。然后他的战略利益肯定是跟美国在一起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最近人民币一直持续升值，是为了配合美元贬值，还是有其他的目的？我觉得人民币最近持续升值，我没有看啊，我最近都没有看人民币，原因是因为人民币它的这个我叫汇率操控工程、系统工程，让人民币失去了它的一个市场基本的这种供需条件，就是说它的这个市场和这个汇率的本身的内在的因素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了，或者已经脱离了汇率的基本面，所以呢，它基本上是受人民银行操控的了。人民银行想让它涨，它就涨；人民银行想让它跌就跌。那么最近持续升值，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可能跟美元最近疲软是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还有一个关系就是中美一交恶，人民银行就会想办法让人民币强一点啊，强一点。原因就是怕人民币被狙击啊。观点：要是金本位的话，美国一个疫情发债2万亿美元，
一夜找哪里找这么大一个金矿去？美国人都饿死了，还没挖出这么多黄金发行货币吧？就是这个问题啊。情况：苏南3线城市坐飞机落地之后，被要求全部关上遮光板，偷偷看了一眼，有机场，有部队训练，有军用飞机和武器，以前从来没有过。苏南啊，苏南 ，OK。那就是在军演哦，军事演习咯，需要吗？有用吗？这个观点，大国制造说的很响亮，但是武器、能源、高端产品依然依靠进口，科技依然搞千人计划，油管上随时可见 F-22的巡逻，舱内舱外一览无遗，歼20这么牛，信息一点看不到，这就说明都是虚假的。大国是大国，制造没看出来造出什么东西。阿里、腾讯、百度都是在特殊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这就像农田大棚温室种的瓜果，看着很大，但是没有办法在原始森林靠机体的能力生存。脱离14亿中国人被逼着买当家，其实这些公司能一年都生存不到。提问：200斤啊，就是习近平啊，到底图什么？和美国交恶对政权并没有好处，而且情况还在持续发酵。到底意欲何为？这个问题好大的问题啊。他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啊，实现共产主义，他就可以一直执政啊，他是一直可以当老大，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好吧，我们今天时间就到了啊，那我们下面就明谢一下 Jeff In， 谢谢打卡东京。提问：王先生如何看日本未来的经济发展？祝王先生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日本未来挺好的呀，没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日本经济挺好的啊，虽然它的成长性没那么高，但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啊。大家记住一条非常重要。经济增长很好，有两件事情是得益的。第一个是商人，对商人来说，他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啊，经济成长非常的高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对小的经济体有帮助。为什么？因为他的工资会涨得很快，但是大家别忘了，工资涨得快，物价涨得也高，所以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你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就好了，不要出现金融危机，大家就安居乐业就好了。所以其实经济高速增长跟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关系真的不太大，真的不太大。所以我觉得日本经济挺好的，就这样就挺好啊。就是中国把日本现在当做他的梦想去实现的。中国所有的中国梦，日本已经实现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中国梦，日本已经早就实现了，所谓的中国梦啊。Renee Mac 谢谢 ，Alice Lee 谢谢，周凯谢谢。健太郎在阿拉伯世界被孤立的，应该卡塔尔，不是阿联酋吧？卡塔尔也是蛮孤立的啊，都挺孤立的。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